小人，有人没遇到过吗？就是有的人会背后造谣啊，给你穿小鞋，有的无端针对你，形态各异，都让你很不舒服。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小人这个话题。那聊到小人，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反思，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要这样对我？那么今天我不仅要让你放下这种内耗，还要带你面对一个真相，就是你招惹小人，并非你做错什么，恰恰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意思呢？为了能够真正理解小人啊，我们要从观察动物开始。荷兰著名的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啊，曾经在阿拉姆动物园对黑猩猩社群做了长达数年的观察，他写下了一个经典，叫做《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的社会啊，它也会争权夺势吗？达瓦尔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说一个黑猩猩的首领啊，他如果要去打击团队成员的时候，首选的目标，你说要找谁？你说他是不是惩恶扬善？有人偷吃食物啊，或者脾气暴躁，这些刺头？才不是呢！被黑猩猩首领打压的，往往是这些社群当中的老好人。这个老好人猩猩有什么特点呢？首先，脾气很温和。找到食物呢，我也愿意带你们一起分。如果你们有2只黑猩猩打架，我还去安抚受伤的那一方。所以呢，这样的老好人黑猩猩，他的人缘非常好。但就因为这种人缘好，他就惹来了杀身之祸呀。因为在黑猩猩的这个团体当中，首领的地位他是靠威吓维持的。那你这个老好人状态又稳定，又善良，还有号召力，那你对首领有威胁呀。黑猩猩尚且如此，人类不也一样吗？你这么有光芒，你就照出了一些人的虚弱呀。你人缘这么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害怕。所以有一些习惯于嫉妒，打压别人的这些小人，和那个被威胁的黑猩猩是一样的。你被嫉妒是因为你优秀呀，你有道德感啊，你有松弛感呀，他看到你他受不了。所以看到小人真的是大可不必自责，甚至还想着让他怎么来喜欢我。我们之前在因果当中说过这个好人好报真的是道德愿景，不是真相。那我们本期视频就抛弃这些没有用的鸡汤，去看看脑神经科学、系统生态学和我们中国的历史档案，去剖析小人的天机，那最终帮我们建立起一个让小人绝望的结界。在讨论我们为什么会遇到小人之前呀，大家一定有个困惑，就是分不清坏人和小人。而在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当中，这两者完全不一样。坏人的底层动力是利益，比方说他打劫你抢钱，他的作恶是要有成本的。如果他搞你赚不到钱，他是不会来动你的。但是小人不是，他的底层动力是病理性的嫉妒和自我防御。也就是说，他宁愿吃亏自损800，伤敌1000，他也愿意来破坏你，乐此不疲。因为坏人图的是财，而小人图的是心理上的快感，只要把你拉下神坛，他就爽了。你内心当中是不是一下子有画面感？那我们遇到小人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是不是性格太软弱，我太好欺负了有一句话不是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被针对肯定是身上有缺陷啊。事实不是这样的。美国职场霸凌研究所，简称叫做 WBI， 曾经做过一项覆盖面很广的长期抽样调查。他们原本也以为呢，这些被小人盯上的都是一些业务能力很弱不善言辞的这些人。但是最终的数据报告颠覆大家认知在这些霸凌受害者当中，有超过70%的人恰恰是团队当中业务能力最强、最受客户欢迎的这些员工。为什么？因为小人他不是来捕猎的狼他是来找你同归于尽的。一个优秀的员工在团队当中，你把活干得很漂亮，对大家都以诚相待，你这个状态会照出那些小人的平庸、懒惰和自私。本来你不在，大家觉得我就可以混日子了嘛，我们都一起来混，心安理得。结果看到你这么好，他慌所以必须要把你拉进泥潭，证明你看你也很虚伪嘛，你的优秀是靠拍马屁得来的，他才能够继续混下去。那这就是小人害你的第一层动机，是要掩盖他自己的恐惧。但是呢，我们以为小人作祟仅仅是嫉妒吗？我们还是低估了人性。我们再来看一个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这是在2009年，日本著名的脑神经科学家叫高桥英彦带领团队，在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嫉妒与幸灾乐祸的核磁共振研究。
这科学家把受试者呢就推进核磁共振扫描仪，然后给他们看那些比他们更优秀、人缘更好、更受异性欢迎的人的这些资料。那这个时候扫描图就显示当这些受试者产生嫉妒情绪的时候他大脑当中的叫前扣带回区域开始剧烈的被激活。那这个前扣带回是什么地方呢？它是我们人类大脑专门来处理像比方说受伤肉体撕裂疼痛的这些区域。这就意味着小人看到你这么优秀你赚到钱了，你受人欢迎，他的身体真的会觉得疼痛的。那这个实验还没完，紧接着呢，这个科学家在实验室当中就虚构一个场景，这些优秀被嫉妒的人突然惨遭重大挫折被老板骂名誉扫地这个时候受试者大脑的疼痛区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区域被点亮，这就是腹侧纹状体。这个腹侧纹状体呢，是我们大脑的多巴胺奖赏中心，这个爽感就像你中了大奖，甚至是极致的性高潮的那种爽。这就是小人要害人的生理学原因编排你也好，抢功劳也好，真的可能不是为了得到金钱利益，首先害你是为了让他生理上止痛，因为你越痛苦愤怒，他越快乐快乐到最后简直像高潮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试图和小人讲理自证清白是非常荒谬的。你不可能用讲道理的方式去劝阻一个正在毒瘾发作的人吧？而且你表现出越痛苦，你就源源不断的给他供应能量。但我相信很多人最气的不是说因为有小人，而是说你看我上班，我在职场或者在我家族当中，你这些老板或者长辈眼瞎了吗？那个小人在作恶呀，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天天在和稀泥，能够纵容他们呢？这个答案就藏在权力之中。因为有的人被小人害他第一反应是去告状，有人找老板或者找家里的这些长辈揭发他，说你看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你会觉得这些老板这些长辈他这么聪明，肯定会惩恶扬善来帮我但是接下来我说的真相可能会击碎你对青天大老爷的幻想。你回想一下，就你们公司那些大领导的身边，是不是哪个身边没有一两个让你觉得恶心的小人？包括古往今来的这些王朝皇帝的身边，大的跨国企业这些老板身边，是不是都这样？你说为什么？这就是天道呀。我们看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在生态学当中有一个反直觉的概念，叫做基石寄生虫。说这个科学家在研究一些封闭的池塘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它往往有一种专门吸血的这些水蛭。那这个水蛭呢，我们正常理解它去感染那些老弱病残，是不是方便嘛？不是，它专门去感染那些物种当中最强壮的这些，比方说那些鱼鹿。那这个生态学家就好心说，你看这个寄生虫这么讨人厌，我们把它弄干净吧，给这些动物们提供一个好的生长环境。结果怎么样呢？仅仅过几个周期，这个池塘的生态就崩了。为什么呢？因为寄生虫一消失，池塘当中那些最身强体壮的一些鱼类，比方说什么大口黑鲈它就没有天敌了，于是开始大量的繁殖。它们繁殖多了就抢走所有的食物，那么一些弱小的鱼类最终就活不下去，就灭绝了。而且因为最终把这些食物吃完了，这些大口黑鲈它也大量死亡，那么最终池塘变成一潭死水。所以我们虽然讨厌水蛭但是在大自然中它们可以用来消耗制衡这些强者，防止生态板结，来维持整个大系统的平衡。而人类社会就是一片复杂的池塘比方说你能力优秀，人缘又好，你觉得自己是这个团队当中的功臣，老板一看说，你会威胁到我呀。假如你跟其他人在铁板一块，大家都对你心服口服，那这个老板往哪搁呀？这个时候小人就要出场就跟那个水蛭一样，它是老板为了防止权力板结，甚至主动豢养的一种寄生虫养小人不需要让他去搞业务就是为了去消耗这些强者的精力的，给大家制造麻烦。当你们这些优秀的员工跟小人斗智斗勇、疲于奔命的时候，你还有精力来威胁到我吗？甚至你被欺负的受不了了，你会自然而然的找大老板哭诉求助大老板这个时候再一出面，和个稀泥各打50大板，他的地位就被巩固了。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比方说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这个智商跟政治手腕那是非常强的。但是她执政期间，她用了一个酷吏，就是来俊臣，可以说是遗臭万年的小人这个来俊臣他一点治国理政的才能都没有就是个地痞无赖
每天的工作就是编排各种罪名啊，发明各种变态的刑具，构陷忠良。那当时整个朝廷上下无数的能臣干将死在他手中，满朝文武每天上朝之前，先在家里面跟老婆孩子要哭着诀别呀。那以武则天的聪明程度，他能不知道来俊臣是小人吗？他太知道了，但他就是需要，因为武则天说，我当时的权力我不稳固啊，我面对的都是盘根错节的这些势力庞大的关陇贵族集团，我如果亲自去出马清理这些功臣老将，轻者被大家骂，重呢可能会激发兵变，我就必须要一个来俊臣这样的疯狗替他去咬这些旧势力。等到你们关陇贵族被清理的差不多了，满朝文武把对武则天的恨都转移到了来俊臣身上，这个时候武则天轻描淡写的下一道圣旨啊，把来俊臣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这个时候这些官员百姓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啊，高呼皇恩浩荡，陛下圣明啊。这种脏活君子愿意去干啊？那小人他也不好当啊，他甚至要用自己的脑袋给大老板混业绩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你拿着这些聊天记录啊，一些证据去找那个大老板证明，你看这个同事多么小人，多么无耻。其实有的时候挺幼稚的，因为老板的心中他想的根本就不是帮你主持公道，他想的是，那这个人是不是还能压得住你呀？如果把这个人干掉了，那这些得罪人的事情谁来帮我干呢？谁来制衡你们呢？所以放弃找青天大老爷申冤吧。在社会当中，小人是客观存在的，他就是为了能够去制衡这些冒尖的优秀的人。当然你可以不接纳啊，但是你越是不接纳，激烈的对抗，你反而会越显得自己像个刺头，反而会被干掉。那既然向外求救这个路走不通，那问题就是你说一个办公室当中这么多人啊，或者一个大家族当中有这么多人，这些小人他为什么就非要来找我呢？这说明你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味道。当然我们在说之前，我们先要声明一点啊，我们讨论招小人绝对不是在搞受害者有罪论，因为就像强盗抢劫，错的一定是强盗，但我们今天研究的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忘记锁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不再被抢，这是我们需要区分的，就是过错属于小人，但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我们的。那说完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剖析了，就是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精神分析学派的先驱呢，叫梅兰妮·布莱因，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概念，叫做投射性认同。说这个小人的内心啊，它像个垃圾场一样，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嫉妒啊、自卑、恐惧，这些情绪啊，他消化不了，又非常痛苦，那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些垃圾给投射出去，就扔到别人手上。但是他在他周围的这些人当中，他不是看到人就扔的，他有非常敏锐的雷达。要找谁是好的接收者呢？这些有着高共情能力的人，脾气又温和，而且不太拒绝别人的好人。所以小人第一次他会用一些阴阳怪气的话去试探你。如果他遇到这个人不好惹，小人一看，那算了，那我就撤了。但你没有，因为如果你的潜意识当中有一些讨好或者圣母情节的话，你会帮他找理由。他是不是今天情绪不好呀？大家都是同事，我就宽容一点吧。我要是现在就翻脸的话，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呀？太棒了，就在你咽下委屈帮他找理由的那一刻，你就完成了认同，他的垃圾就扔在你身上了，而且你还非常好啊，你用自己的痛苦帮他去解毒。那这个小人瞬间神清气爽，他知道找到了一个极品血包。这就是心理学维度的第一个真相，你的无底线的共情会散发着一种味道，叫做你快来剥削我。而第二个真相藏在我们的脑神经当中。为什么小人总是得寸进尺？就是你越想跟他讲道理，他越兴奋。那科学家就对这些心理病态者和极度自恋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你看，正常人如果看到别人痛苦委屈，我们大脑当中的前扣带回和杏仁核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们会觉得同情不忍心。但是小人看到你因为他的挑衅、愤怒、委屈自证的时候，他们大脑当中的纹状体被点亮，他会觉得好爽。所以你知道了这两点真相，你就知道你越是想要跟小人自证，或者因为他们的缘故痛苦失眠，你就会被困在这种施虐和受虐的循环当中。那你说，我面对这样的人我怎么办呢？我是跟他对骂，那我就给他功能；我要是忍，我又觉得憋屈。
那在历史上还有现代心理学的实践当中，我们会发现啊，真正的高手他们有一套反直觉的降维打击的防御术。在人际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规律呢，叫做互补原则。意思是说呢，我们人类的大脑啊，在进化的过程当中被写了一套叫做自动响应的程序。如果对方释放敌意的话，我们也会本能的用敌意还击，这就叫做敌意互补。如果对方非常强势，那因为我们有恐惧，会本能的往后退缩，甚至自证，这叫控制互补。那小人就非常擅长用这种互补的行为，他可以通过阴阳怪气的方式让你愤怒，也可以通过无端的指责让你委屈自证。而打破这个循环的方式呢，叫做启动非互补行为。也就是说，当小人施加恶意的时候，我们在神经回路上做出一个完全不匹配、不合逻辑的反应来打乱你。我们来看一个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曾经报道过的真实案例。这是在2007年6月16号，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私人晚宴上呀，当时有几个朋友正在推杯换盏，现场呢有5个成年人和一个14岁的女孩。忽然呢，一个持枪的蒙面劫匪闯了进来，就拿着枪指向每个人。当时大家就像那个劫匪遇袭的那样尖叫恐惧啊，或者赶紧找钱包，说你拿了钱赶紧走吧。那么劫匪的神经系统就处在一种高度亢奋和警惕的状态，只要你们这些人有稍微的反抗，表现出敌意了，他真的有可能会开枪的。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女宾客 Christina 她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行为，这就是非互补行为。她端起了桌上刚刚倒好了一杯法国红酒，眼神温和，甚至带着一丝款待朋友的平静，跨前一步递到劫匪面前，就看着劫匪轻声说，我们刚吃完饭，要不要一起喝杯酒啊？这个劫匪就懵逼了呀，因为他原来那个逻辑是，我是强盗呀，你们是受害者，你必须要恐惧啊，你一恐惧我就开枪。结果你怎么还给我倒了一杯红酒，还这么温和平静？他的这个大脑纹状体啊，失去了预期的这种多巴胺的奖赏，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这个劫匪他犹豫了一下，放下枪，他真的把红酒就接过来了，还不够，还在桌上又拿了一块奶酪吃，最后对现场几位宾客还道歉。有趣的是呢，他还要求和在场所有人逐一拥抱，还提议我们一起拥抱一下吧。最后拿着这杯酒走了。这就是非互补行为的杀伤力啊！因为你不给小人任何预期反馈的时候，他会宕机。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把这套玩法玩到出神入化的非常厉害的就是唐代的千古名将郭子仪。郭子仪的一生啊，历经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和唐德宗4朝，功高震主，却能够享清福，全家善终，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当中简直是一个奇迹啊！特别是他面对小人的做法，堪称教科书。在唐代宗时期啊，朝廷当中有一个阴险、长相丑陋、心理扭曲的小人，叫做卢杞。这个人呢，他睚眦必报，手段又下作，满朝文武你只要得罪了他，就一定会被他打击报复。那有一次呢，郭子仪生病啊，在家休养，卢杞呢来郭府探望。当时郭子仪呢正在和满屋子的美貌姬妾一起说笑。但是当管家通报卢杞大人到的时候，郭子仪做了一个让大家不理解的决定。他面色严肃，立刻命令身边所有的姬妾，你们都给我退到后堂，一个都不准留在客厅，甚至连屏风后面都不许。接着呢，这位立下不世之功的老将军一个人端坐，整理好衣服啊，独自在空旷的客厅当中，非常客气、非常周到地接待了当时还卑微的卢杞。卢杞走后啊，家里的这些子孙将领就跑过来问，说爷爷啊，平时朝中那些正人君子、公卿大兵来探病的时候，你不就是让这些姬妾在旁边伺候你吗？而且也没有穿得这么正式，很随意啊。那为什么今天来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小人，你还要把这些姬妾赶走，这么隆重的去接待他？郭子仪叹了一口气啊，说出了中国政治史上非常深刻的一段世人洞见。他说呀，你们不懂小人，因为卢杞这个人啊，他半边脸是青色的啊，在当时士大夫非常讲究这个相貌的时候，他不好看，而他内在的心思呢又阴毒。我那些姬妾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年轻女子，如果卢杞走进来，他们看到卢杞这张脸，忍不住笑出声来，那卢杞就一定会把这种嘲笑当作羞辱。他今天地位不高，但是这个人手段狠辣，迟早有一天会大权在握。
如果到了那一天，他想起今天的耻辱，我郭家9族一个人都活不下来。果不其然，几年后，卢杞当上了当朝宰相，把以前所有当年笑过他、冷落过他的大臣全部贬黜、抄家杀头，唯独对郭子仪一派全心全意尊崇保护，甚至连郭子仪推荐的官员，卢杞也一路看绿灯。你看，郭子仪这套对待小人的身法，就是中国古老哲学当中非常顶级的一种智慧，叫应而不藏。这个智慧最早记录在庄子大宗师当中。庄子说呀，智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是说啊，这些高手啊，他的心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小人走过来了，我镜子就如实的照见你，给你回应。你丑，我就照出你的丑，但是我不迎合，也不去讨好或者挑衅你。等你走了，这个镜子当中就空空如也，我不留下什么。因为我们普通人啊，在面对小人的时候，最大的内耗就是那个藏，因为他骂了你一句，你就会反复把这句话藏在心里，咀嚼呀，琢磨呀，最后难受。如果你能做到非互补行为，就做到应而不藏啊，你的身体当中会有一种防御的结界，小人在你的面前他无能为力，他不知道哪里怎么办。那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准备好下次我再遇到这个小人，我就用这种应而不藏的方式。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当你刚刚开始切断对小人的情绪供养的时候，他不会马上走的，他会更加疯狂。这个在行为心理学当中叫做消退突发。科学家曾经用小白鼠做过实验，如果这个老鼠啊习惯了按一下按钮掉一粒老鼠粮，如果有一天你把这个机器关了，你说这个老鼠它就不按了吗？不会，它会疯狂的去按那个按钮，直到精疲力尽。那小人也是的，当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委屈愤怒的时候，他本来期待的这种多巴胺的奖赏没有了，他会陷入恐慌，他为了逼你给出原来的一些反应，会变本加厉的造谣或者重伤你。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害怕，因为当小人变得比之前更加疯狂的时候，不能破功，这恰恰说明你的非互补行为在起效。只要你坚持下去，你就看着他的表演，他最终发现在你身上榨不出爽感来啊，那为了生存，他只好无可奈何的去找下一个血包。而当你在生活当中一次次的去练习非互补行为的话，你的生命体验会有一种奇妙的质变。你会发现，你不仅不再害怕小人，甚至在潜意识当中把他们去人化。因为在你的眼中，他们渐渐褪去的伪装，就像变成了一阵风、一场雨，对你毫无杀伤力。那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把这种去人化玩得非常棒的人，就是韩信。我们都听说过韩信胯下受辱的故事啊，说在淮阴的集市上，一个杀猪的无赖啊，地痞拦住韩信，拔出刀说：“你要么用剑刺死我，要么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这段历史啊。那个时候呢，觉得韩信呢是忍辱负重，心里面肯定是委屈愤怒的。但如果你站在我们前面的这种视角去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韩信是什么人？是一个可以率领100万大军一统天下的旷世奇才啊！他当然知道自己价值连城。如果我韩信拔出剑把这个无赖刺伤刺死，那么按照当时秦朝严苛的法律，你要么就是杀人偿命，你要么就逃跑就被通缉。也就是说，如果我选择还击，就相当于我把这种绝世天才和一条下水道的这种蛆虫同归于尽。那这个无赖太赚了呀！他用一条烂命就干掉了你西汉的开国大将军。韩信是个明白人啊，他看到了这一层，所以他不会很愤怒的。看起来他是从对方的裤裆下钻进去了，但是他在精神的层面上实际上是在藐视着对方。我不杀你，是因为你连让我杀你的资格都没有。甚至后来韩信被封为楚王，衣锦还乡啊，他还把当年那个让他钻裤裆的无赖找来，封了他一个管理治安的小官，这就是中尉啊。因为在韩信的视角看来，你这个小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啊，我顶多把你当做一个磨练心性的磨刀石，现在刀已出鞘，磨刀石变成了垫脚石。而我们现代脑神经科学的发现呢，又印证了这种机制。因为脑科学证明了一个概念，叫做神经可塑性，就是说每一次我们面对小人的时候，这种挑衅造谣，你负责情绪爆发的杏仁核呀，他会报警，会催促你上去跟他干。如果这个时候你动用理智克制住这种冲动啊，运用了我们前面说的非互补行为的话，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元真的会发生改变。
我们前额叶神经元外面的那层绝缘层啊，叫做髓鞘。因为你每一次的克制呢，它会变得越来越厚，而髓鞘越厚呢，你的情绪控制力啊会越强，这样你的高级的决策就越不受外界的干扰。你看，这才是天机啊！那些天天在办公室恶心你的人，在家族当中道德绑架你的小人，实际上是老天派来让你修行的免费的陪练。他用尽了全部的阴险招数，透支自己的人格和福报，就是为了逼你长出獠牙，逼迫你学会建立边界，逼迫你不断的修行和成长，关键还不要1毛钱。天下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咱还得谢谢他呢。当然我相信，如果你真的看破的话，你会生出一种悲悯之情，因为他一辈子就在泥潭当中爬了，而我们只是路过这里。那在节目的最后呀，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微行动的参考。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这种非互补行为，当你再次面对那个让你生理性厌恶小人的时候呢，你可以运用我们心理学当中的叫认知解离技术，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认知范式啊。比方说，我们原来会觉得，我好倒霉啊，我又要面对你这个烂人啊，我虽然非常不爽，但是我只能忍啊。而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改一改，宇宙又送来了磨刀石来了，又来测测我的心性了。那今天就来看看我的这个前额叶髓鞘是不是又厚了一点呢？当你以这种玩家的视角去观察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它怎么去表演，阴阳怪气可能变得很滑稽，而这个时候你可以吸一口气，给它一个简短温和但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回应，然后转身去做我们自己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能量滴水不漏。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一期拆解啊，帮你拔出了心中的一些刺，看见了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天机，欢迎你点赞订阅，分享给那些处于人际内耗被小人折磨得很痛苦的朋友。因为在这里我们从来不灌输廉价的鸡汤，我们一直以理性迫于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